欢迎打开。出发喽！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这样面对面的去录，也是心情比较忐忑啊。如果有不足之处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咱们呢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魁北克省的 Tadoussac。昨天呢，我们大家一起从 Baie-Saint-Catherine 上船，一路观鲸，最后到这个地方。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属于撒冈内河和圣劳伦斯河的交汇。这个 Tadoussac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圣劳伦斯河的，相当于是交界口。它也是从这边慢慢的变宽，这条河最终汇入了大西洋。如果我们站在塔杜萨这个地方哈，望向圣劳伦斯河的对面，有另外一个小镇叫做狼河。2016年7月份呢，有一个在狼河度假的家庭，他们在河边发现了一只搁浅的小金鱼，小白鲸。啊，这边有一张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能这边朋友可以稍微这样看一下。对，它当时呢水位很低，所以小白鲸几乎全身是暴露在水面上的。这家人看到之后，赶紧用毛巾给它盖上，然后给它保持湿润，给它浇水。但是呢，这很明显是不够的。这个小白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啊，它是不是有生命危险？我们该怎么帮助它？这些问题肯定还是要去求助专家。刚好魁北克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海洋哺乳动物的研究机构，叫做 GREMM。所以 GREMM 的专家在接到电话后啊，他们就赶快赶到现场，然后经过这个兽医的鉴定啊，这只小白鲸是雌性，身上没有任何的外伤，生命体征呢也比较正常，但是啊，可能是由于这个前一天的风暴而被冲刷到岸上来。这个情况啊，看上去好像还 OK， 但实际上呢也不是非常乐观，因为这个小白鲸只有几个小时大，发现它的时候脐带都还附着在身上，然后呢因为搁浅，对吧？所以明显出现了虚弱的这个迹象，呼吸不平稳，然后它的这个淡灰色的皮肤上也出现了褶皱。这有一个冷知识啊，就是小白鲸其实是灰色的，它慢慢长大成年之后才会变成雪白的这种白色皮肤。所以呢，这个看到小白鲸的这个情况 ，GREMM 的首席科学家 Robert 博士，他觉得很担忧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么年幼的白鲸单独出现非常不正常。白鲸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，它们是群居动物，喜欢跟同伴互动。所以呢，小白鲸很明显，它不是来玩的，它是被困在这儿。其次呢，白鲸妈妈一般不可能放弃这么小的幼崽，所以很可能它妈妈已经死了。那如果对它置之不理，它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所以呢，最后专家还是决定进行人工干预，想办法重新安置它，以提高它的这个存活几率。那问题来了，如何安置呢？有人就说了，哎，把它放水族馆不行吗？咱们不是经常在水族馆会看到有白鲸啊，会有这种野生的海洋动物的表演吗？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啊，这么多年的经验早都已经证明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白鲸的这种野外的白鲸幼崽，你突然把它放到封闭的环境下，没有了妈妈的陪伴，对于白鲸这种情感很丰富的动物来说，基本上是就是心理上的创伤是非常严重的。Robert 博士呢，就曾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把很多头不幸这个搁浅或者是迷路的白鲸送到过水族馆，结果无一例外都在几周内就发生了悲剧，要么就是撞墙自杀，要么就是绝食而亡。水族馆其实是压根就不适合这种野外白鲸的生存。现在问题就比较棘手，因为既不能把它放生，又不能把它收养，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还有第三条路，那就是给它安乐死，至少能够给它减轻它的痛苦。但是对于 Robert 来说啊，这个事情在情感上是万万不能接受的。为什么呢？早在这个50多年前，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，这个他爸爸的朋友有一条渔船，就约好了带孩子们就是出海去捕鱼。当时选择的地方呢，就是咱们现在在的 Tadoussac。大家有没有好奇这边的水为什么是这种深深的、
茶色或者是淡墨色。其实是因为这边的山上富含一种矿物质，所以就导致它的水的颜色也会比较特殊。所以在这种深色的水里啊，当时小 Robert 就看见成群的浑身雪白的鲸鱼就从水底慢慢的浮起。这种鲜明的颜色对比啊，在映上不远处这个金色的夕阳，那一瞬间他直接看呆了，就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丽的造物啊！爱琴海上的美人鱼也不过就这样吧。其实呢，白鲸这种美丽的生物啊，早在冰河世纪就出现在这片水域了。它跟别的鲸鱼不同啊，除了全身雪白之外呢，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，它的背鳍就是背上那个尖尖三角就慢慢退化了。这样子是为了方便它顶开这个薄冰进行呼吸换气。但是虽然名字里有个鲸字儿，但是白鲸大家都知道性格非常温和，长得也特别萌，对人呢更是非常友好。他们会跟着这个渔船的活动，也会这个给迷航的船只指引方向，有的时候甚至会靠近船边跟人类打招呼。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可爱、对人类非常友好的物种，却在上个世纪的30、40年代为它的友好付出过代价。当时的渔民们以为啊，这个白鲸会吃掉大量的三文鱼和鳟鱼，而这两种鱼呢，恰恰是市面上价格最高也是卖的最好的两种常见的食用鱼。那这下好了，这渔民们就开始大量的捕杀白鲸。同时呢，更坏的是啊，商人们发现了捕猎白鲸的有利可图，它油脂可以拿来做肥皂，它的皮可以用来做皮包、钱夹这些小件的物品。所以呢，他们也进来掺一脚啊，试图捞一笔。所以一时间啊，当时是圣劳伦斯湾基本上可以说被白鲸的血染红，岸上弥漫的是白鲸尸体的腐臭，一时间是经久不衰。在人类的这个贪婪和无知之下呢，白鲸的种群数量锐减，即使是有少量的幸存者，也只敢在近海游荡，再也不敢来到就是淡水的区域去活动。直到什么时候有所改变呢？是到了60年代左右。有生物学家呢，从很多的白鲸的胃容物里面提取物质，去看看它们到底是吃什么的。结果发现，它们的主食啊，只是一些小的水生生物，比如说鳗鱼啊、虾呀之类的，压根儿就不是三文鱼和鳟鱼的天敌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针对白鲸的屠杀才开始有所减少。但是呢，另一场灾难正在酝酿当中。另一场灾难是什么呢？就是全球工业化的兴起。导致圣劳伦斯河的污染啊越来越严重，大量含有重金属的废水被底层生活的鳗鱼吸收，而刚刚咱们说了，鳗鱼正好是白鲸的主食之一，所以呢，生物链里面有一种叫双重积累，它这个毒素会双重的积累到白鲸体内，导致很多的成年的雌鲸非常容易患上生殖系统和排泄系统的肿瘤。会导致小鲸鱼呢刚出生下来就患有这样那样的先天疾病，很多都活不过几个月。这边有数据统计说是在2000年一年，就有18只小白鲸的尸体在繁殖期被发现。而失去了孩子的这些母鲸呢，其实跟人一样，他们也会伤心难过，他们会带着小白鲸的尸体啊游好几天，甚至是好几周，然后期间呢不停地用头去顶它。希望他还是只是睡着了，是不是有可能还会再醒过来？真的是任何人看了或者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都是觉得难以接受，觉得真的是令人很悲痛的一件事情。然而，针对白鲸的另一大杀手呢，就是这些越造越大的轮船，因为他们给这个繁忙的港口啊制造了比之前高达100倍的噪音。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，如果你有一个邻居一天到晚的搞装修啊，不停的给你在旁边咚咚咚。这你谁都受不了，对吧？那对于白鲸这种听觉又异常敏感的动物，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轰炸呀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折磨。很多的海洋学家都相信，上个世纪90年代魁北克几起大型的白鲸搁浅自杀的案件，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噪音刺激导致的集体精神崩溃。好消息是不是所有的人类啊都是冷酷无情、唯利是图的？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Robert 博士啊，和他的同事们呢，从1982年的时候啊，开始就致力于白鲸的这个保护工作。他们干了几件比较重要的事儿。首先呢，是推动政府通过了圣劳伦斯湾的白鲸禁捕令，然后呢，把塔多萨克附近的公园设立为保护区，
还要跟附近的这个轮渡公司去商量，能不能采用噪音小一点的轮船，说服上游的这些工厂去减排。这几件事啊，没一件是轻而易举的。这个 Robert 博士呢，可谓是为了白金操碎了心。而他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工作呢，就是说他给圣劳伦斯湾的白金建立了健康卡，就给他们建立了档案库。这个挺有意思的，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？Robert 他发明了一个类似于射鱼枪的东西。前面有一个铲形的盾头，这个盾头呢连着一根线，线连着这个射鱼枪，在这么一射一拉的这个过程中啊，它就能取回白鲸的一小块皮肤的这个上皮组织。那当然，对于白鲸来说，这么扎一下就跟被蚊子叮一下，没有任何的伤害。但是呢，通过对这一小块皮肤做 DNA 分析，研究人员就能知道一些白鲸的基本的健康信息，比如说它的年龄啊、性别啊、有没有先天疾病、有没有后天肿瘤、有没有重金属中毒等等等等。而且呢，好的一点是，由于白鲸是群居动物，这样子呢还能分析出他们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是谁，七大姑八大姨在哪儿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。但说了这么多啊，无非是想告诉大家，现在你们也能理解了。对于 Robert 博士这个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白鲸保护工作的人来说，让他亲手去安乐死一只小白鲸，是绝对没法接受的。怎么办呢？他想来想去啊，去找了一个高人。这高人呢是在蒙特利尔教书的 Vihonik 教授，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洋哺乳动物的群体性。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呢，他给救援提出了一个方向。他说他在某些文献上看到过，在极少数的情况，鲸群里的成年雌鲸啊会主动收养鲸群里的大家族里的小孤儿，而且这些雌鲸呢会非常负责，它们不但会担负起这个抚养小孤儿的责任，还会拒绝产子交配。直到他的养子养女长大成年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超出了我们人类，甚至比人类更富有同情心的一件事儿。Vihonik 教授就说：“哎，能不能给咱们这只搁浅的小白鲸找这么一个相似的养母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？”这倒是一个思路哈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，主要有2点挑战啊。第一，就是要确定这只小白鲸到底是属于哪个鲸群的。你如果把它放到了错误的地盘，人家那个地盘里的鲸鱼肯定会驱逐它，甚至会攻击它。你这么搞就等于把它害了。第二个挑战就是说，这个时候白鲸的繁殖期已经过了，母鲸要么已经产子，要么呢也怀上自己的宝宝了。它们还会大度的接受这个小孤儿吗？至少在有记录的报告上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但是呢 ，Robert 博士觉得事到如今也只有一试了，因为第一种选对鲸群其实有办法办到。刚刚咱们不是说了，他这家伙花了这么多年时间，就是建立了白鲸的这个家谱。他通过提取这个小白鲸的 DNA， 他就能够分析出这个小白鲸到底是属于圣劳伦斯湾哪一个鲸群的。所以这第一条咱可以克服。那第二条呢，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这个事儿，这 Robert 就觉得，既然白鲸是情感丰富的动物哈，也许他们有比人类更强同情心和恻隐之心也说不定呢。很快他们就把这只小白鲸的 DNA 检测结果搞出来了。这个结果有喜有忧。喜的是呢，这只小白鲸是属于当地最大的一个鲸群。这个鲸群呢，包含5只成年的雄性和4只成年的雌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它的妈妈不在了，我们还有3个养母可以候选。对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是坏消息是，这一年的食物比较匮乏。这个鲸群的活动范围呢很大。最近一次记录已经是2周以前了，现在没人知道他们又游到哪儿去了，不好找。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，白鲸只能在淡水中短暂的生存，不能长时间的离开海水的环境。于是呢，这个 Robert 博士狠下心咬牙决定说：好，那咱们就去上一次记录到那个鲸群的位置，咱们守株待兔。这毕竟是一场和生命的竞赛和时间的比拼，咱们等不起。所以呢，大家就收拾好东西。尤其是很有意思，他们用一个充气皮筏艇做成了一个浴缸在船上，然后把小鲸鱼放在里面，给它保湿，让它在水里嘛。然后呢，就朝着这个 GPS 记录的那个点慢慢驶去。为了防止这个小白鲸长时间离开水以后它一下子回到水里，它不适应，可能会溺水。这个博士的2个助手呢，还提前穿上了潜水衣，就是准备随时下去营救。这可能大家会有疑问，说这白鲸鱼还能溺水吗？这其实是因为鲸鱼其实是用肺呼吸的嘛，所以它需要浮出水面，它需要换气。那如果小白鲸没法游泳，它很可能是被
会被淹死的。对，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小家伙离水这么长时间，他回去以后到底能不能适应呢？他们把小白鲸刚放下去的时候呢，动作还比较僵硬，但是很快啊，这个家伙还是适应了水里的环境，能游。只要能游，一切就皆有可能，对吧？紧接着好消息就来了，船上的这个声纳系统呢，它探测到有一个鲸群正在靠近，船上人都很激动啊，说这小家伙运气这么好，这刚下水就有鲸群来靠近。但是呢，当这个鲸群真的游近的时候啊，大家却大失所望，因为这是由5个成年雄性组成的鲸群。在白鲸的群体中，雄性它不参与抚养幼崽，更别谈说是把小白鲸收养了。不过呢，他们倒是认出了这个小家伙，围绕在他身边反复的游啊，似乎是在保护他，也像是在鼓励他。但是啊，整整1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是没有雌鲸靠近。最后没办法，这个雄鲸群呢，他们也就离开了。离开了以后呢，又是近乎漫长的半个小时过去了。小白鲸始终是徘徊在他们这个船的附近，因为可能在失去了母亲以后，这个船是他唯一的一点安全的这个依靠，他也不敢游得离船太远。而 Robert 博士呢，他的心却慢慢沉到了这个最下面。他啊，找出了他的这个射鱼枪，把前面的盾头呢换成了一个针管。如果说迟迟等不到这个妈妈就是雌鲸的到来啊，与其让这个幼崽在野外饿死，那还不如长痛不如短痛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转机又来了。他在找这个鱼枪的过程中啊，突然看到了另外一个特别的器械。这个器械呢，是一个叫做 Valeria 的鲸鱼语言学家发明的。Valeria 这个妹子啊，她在过去的10多年里，每年都会来到圣劳伦斯湾，在一个小岛上独自居住5个多月。干啥呢？她呢就是用机器去记录鲸鱼的聊天记录，就把它录下来，然后通过编译再去研究它们的这个生活习性和这个沟通方式。然而，这个研究当然很枯燥又漫长，在这过程中呢，他也搞小发明，所以这个器械就是他发明出来送给 Robert 博士当礼物的一个东西。它其实是一个水下高精度监听设备，本来是用来这个记录鲸鱼的语言的，但是呢，如果稍加改动，它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，成为一个水下扩音器，模拟一些声音来吸引鲸群。哎 ，Robert 灵光一现，这个我们好像可以把这个机器放大几倍这个小白鲸的声音，让远处的雌鲸这样它就有可能听到啊，好像可行啊。那说干就干呗，几个人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麦克风啊就放到水里，祈祷奇迹能够出现。设备放到水里之后啊，又是过了很久，天色都慢慢变暗了，小白鲸呢也陆陆续续的发出了那种尖细而短促的这种叫声，有点像是这种生命最后的哀鸣了。而这个时候啊，船上突然就有人跳起来说：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是雌鲸，是雌鲸。”就那个小小的白点啊，就一点一点靠近，一点一点靠近。但是呢，当它真的靠近了，大家又为它捏一把汗，因为大家看到这个雌鲸身边已经有一只2岁大左右的小鲸鱼了，它自己的亲生孩子。那既然它有了自己的小孩，它还会接受这个孤儿吗？按照 YouTube 的规律啊，现在应该插一个广告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在这儿不插广告。我想简单做一下统计，大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已经有自己的小孩了，他还会去收养一个就这么见了一面的小鲸鱼吗？觉得会的，请举手。大家都觉得会，有没有觉得不会的？大家都觉得会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可以直接跳过广告，告诉大家啊，这只雌鲸呢，几乎是一看到小鲸鱼就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善意。它游到了小鲸鱼的肚子下面，用背和头轻轻地顶它。它自己的那个孩子呢，也围绕在它们旁边，慢慢地游啊游。整个过程呢，持续了大约5分钟。2只鲸鱼的动作都非常的轻柔和放松。这个时候啊 ，Robert 和他的团队在船上面就是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一动都不敢动，就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这个结果。最后呢，小白鲸选择跟他们一起走，慢慢的游走，就消失在了这个深茶色的水里。这个故事啊，
还没结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之后的几周 ，Robert 博士和他团队不放心，他们密集的在这个附近驾船去巡逻，忐忑不安地寻找着鲸群的踪迹，生怕那个白鲸妈妈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又把小白鲸给抛弃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让他们总算是又看到了它。他们看到什么呢？这只白鲸妈妈把小白鲸背在背上游着，她的那个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的孩子啊，就在一旁也跟着游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是热泪盈眶啊，就是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小白鲸终于找到了，也是的的确确找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的新妈妈。整个故事的后续是令人动容的哈。冬天呢来了又去，圣劳伦斯湾的浮冰也是慢慢的变薄变少，又到了鲸群回来觅食的季节了。Robert 博士和他的团队呢，就像是在幼儿园大门口等待孩子放学的这个父母啊，又是期待又是紧张，因为白鲸向来是一胎一子，所以这个带着2个孩子的妈妈，她能否度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呢？没有人确定。其实他们还是非常忐忑的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在观测大批鲸鱼觅食的时候，突然一眼就认出了母子3人。小白鲸的颜色已经变浅了很多，也长大了不少，而它的那个哥哥呢，基本上已经蜕变成了跟妈妈一样的纯白色。就这1年过去啊，他的哥哥已经可以和族群中的其他成年的雄性一起出去抱团觅食了。而等到又1年过去呢，小白鲸也出落成了一只成年的漂亮的白色的雌鲸，可以不用这个总是跟在母亲身边生活了。Robert 博士呢，一直保留了那一小块当年从他身上取下来的这个皮肤样本。也许在10年以后，也许在20年以后，他们会在另一只鲸鱼上发现非常相似、有血缘关系的样本，那将是这只小白鲸的孩子，也将是 Robert 博士他的努力和坚持最终所成就的生生不息。听了整个故事呢，有最后一段话啊，就是说听了整个故事，希望大家了解到，就是野生动物是属于大自然的，咱们喜欢野生动物也要有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就像是咱们这次的这个观鲸之旅啊，我们知道生活在这附近的鲸鱼，它们是自由成长，是受到保护的，而咱们呢也能真正的走进大自然啊，去近距离的接触它们，去感受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。感谢收看 M2 档案，谢谢大家的线下参与，咱们呢下期再见。你们是姐妹吗？谢谢。听得太慢了。谢谢你们。很高兴见到你本人。欢迎打开。蒙特利尔呢？
谢。